在湖北看到一个巨型天坑，垂直高度差不多有200米，整个岩壁就像是刀劈开的一样。在天坑底部还有差不多80亩的森林，可以称得上是原始森林。最特别的是，在天坑底部还有一些房屋的遗迹，证明这里之前是有人居住的，可能还是长期的居住。由于天坑垂直落差比较大，有人还在崖壁上面开凿了一条栈道出来。今天我们就挑战一下，去天坑的底部看一看，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人居住在这个天坑底部。这个地方是在湖北利川的黄土岩，直接导航过来就行了。在利川，在恩施这一带有好多天坑，特别是在恩施陆源坪有一个天坑里面还住了几十户人家，现在都还不通公路。这个天坑的位置紧挨着马路，先爬到顶部，再从顶部位置下去。这应该也算是喀斯特地貌了，全是石山。这大自然神奇吧？这石头都是一层一层叠加上去的，自然形成的。包括等一下我们看到那个天坑的里面的石头也是如此。喀斯特地貌就是这样的。走几分钟就来到顶部了，这旁边就是天坑非常巨大。我听到有声音，好像有人在下面呢，应该是有人已经在里面游玩了。现在我们就通过这顶部走下去，这一块是有道路下去的。之前一些探险博主也来过这个地方，他们是通过旁边索吊下去的，实际的话是有路。他们索吊的话，可能是为了展现他们的专业性或者是刺激性吧。那这里呢是一条资质路，一直延伸到谷底，当然下面还有人工开凿的道路。实际来讲，这个道路还是比较好走的。他说是天坑，那实际的话，经过大自然的变化，在天坑的崖壁上面呢，还是能够开凿一些道路的。今天天气不太好正在下毛毛雨。到了这边相对来说就刺激一点，陡峭一点。这就是崖壁从顶部到下面可能有差不多100-200米吧。这天坑里面还有很多树木，那在这边就相对来说要小心一点了。不过也看得出来是经常有人走的。我对这种天坑、栈道、长城是非常感兴趣的。我们刚才说的恩施有个天坑，还有人居住，那个地方叫陆源坪。过几天我们也再去一趟。那到了前方，这里呢就是整个这个天坑最刺激的地方，我们所说称的悬崖栈道就在这一块。在这边看的是非常清楚了，人工在崖壁上面开凿了一条栈道。我们说挂壁公路，那一般是汽车走的，而这一块呢，纯粹是人工走的。它本身是跟这个崖壁一样的，完全垂直下去。我们刚才走到这里能下来，那到了这一块呢，没有下去的位置，那只能在崖壁上开凿一条通道出来才能下去。已经到了悬崖的入口，看起来确实是挺刺激的。宽的地方可能有1.5米，窄的地方不到1米旁边就是悬崖，大概高度的话60-70米吧。特别是刚开始这里非常窄。
大概就40公分左右。那旁边呢，这里肯定是不能踩的，因为是属于碎石，所以大家来的话一定要小心，尽量靠里边，尽量不要来吧。看看这些石头，非常坚硬啊。到了这一块，就相对来说宽松一点。那这个栈道是谁修建的呢？这主要是上个世纪30年代啊，大家都知道属于抗战时期。那当时呢，他们有一些人组成了一个游击队，就在这边相当于是弄了一个兵工厂，在下面熬销制作武器。那要下去或者要上来，肯定是有道路的。于是呢，他们就在这一块开凿了这个小崖栈道出来，大概是花了3个月把它打通了。这完全是人工开凿的，在当时没有很多机械，基本上是靠铁锹、锤子这一类的，最多他们可能是利用了一些炸药。看看这些石头，非常坚硬啊，一层一层垒加的。他们当时3个月能够开凿出这条栈道出来，也是不容易啊，估计人应该也是挺多的。我们现在花时间要开这样一条栈道出来，都比较不容易啊，都要很长一段时间。在这一块已经能看到下面房屋遗留下来的痕迹了，就在那个边上。这房屋还挺多的，在当时应该是住了一些人。那些房屋啊，我猜想应该不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，是后期有人住在这个里面打造的。因为看这些痕迹，就不像是有将近100年的历史了。等一下我们下去了，就能看得更清楚一点。这下面的树木还是非常茂盛的。我上次来就是因为太茂盛了，所以没进去。那现在呢，可能是下面走的人比较多，应该有道路，就可以探索一下。我在这里已经看到下面的人了，一个穿黄衣服，一个穿白衣服，应该是3个人。他们可能是参观完了，还有小孩呢，那应该是一家人呢。整体看这个栈道还是比较好走的，比较宽广一点。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他们在下面熬销制作兵器的时候，完成就要通过这里运送出去，那相对来说要好走才行嘛。看看周边的环境，陡不陡峭？这下面面积还挺大的。这边发现一个很好玩的。在石壁上面也发现很多名字，都是到此一游。这就不得不说到我们旅游大军呢，不管走到哪里，都会留下到此一游，墙壁、木头、石头上面都会留下，太有意思了。其实这种习惯不好。栈道到这里就结束了，现在我们重走一遍，一镜到底。这样走过去，这边最多能走1.75米的人，超过1.75米可能就要弯着腰了。有几处还是比较窄的，这一块以及前方的路口那里。特别是这一块，要小心，再小心。应该来说，它以前是比较陡的，是修的人把那一块堆积起来了，就等于是掩埋起来的。我们看得比较清楚。那这些碎石都是掩埋在这里的，
栈道走完了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天坑的情况。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，这可能跟阳光照射有关吧。总共呢，这个天坑大概是6边形，6个面，那边呢是最光的，那这边颜色深一点，这边有深有浅，那可能就是阳光照射加上下雨，这样导致的。我上次看那些探索博主、户外博主，他们索钓应该是在那一个方向吧。继续往前走。那这一块呢，又是根据崖壁旁边突出的部分弄的一条道路出来。所以说大自然就很神奇，他知道这就是天坑，那偏偏呢为人们留出了一条道路出来。我们再回过头看一下栈道，如果不在崖壁上面开凿出来，那边是过来不了的。那这个天坑就真的变成一个不通公路，或者说无法行走的天坑。正是有了这个栈道，大家现在呢可以通过这里进出。这边呢也有70、80米的距离了，挺陡峭的。哎呦，到了一个平台，好走不，小朋友？好走啊！我们再去走一趟。回来我妈妈还请我。他们3个人已经参观完了，往回走呢。刚才还跟小孩开玩笑说，要不要再下去走一趟？他说不行，他们要回去。那我也继续走了。他们已经逛完了。到了这边相对来说就比较好走了，就是一点坡度。其实啊，这一块的难度可能都还没有下面那个难度高，因为听刚才他们几个攀爬的说，下面那个全是坡，特别是等一下看完那个房子，从那里到这个栈道路口这一块比较滑，也比较陡，因为一直是坡。而这里呢是石头加上比较干，好走一点。并且呢，还可以手脚并用，到了下面就不行。这一块呢，也是人工开凿的，以前这边和这一块是连接起来的，当时他们修建栈道，就和这里应该一起把它修整了一下，这都有台阶的，看得出来。在这里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，对面的墙壁上面好像有一个门呢。就这个有点像石门吧，这个开玩笑延伸出去，就是说里面可能藏了宝藏啊。在四川有一座山上面确实是有一个石门，说是如果能够破解上面的咒语，就能够得到宝藏。下次呢我们再去，慢慢走，走这些地方不用着急，得慢。在这一块啊，确实又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啊。这一块是整个天坑崖壁的整体，而这边等于是多余出来的。那多余出来，刚好就形成道路了，明显的是分开的，神不神奇呀？到这里，整个栈道我们就差不多走完了。最惊险刺激的，肯定就是那个开凿的栈道。栈道走完了，现在就准备去底部看一下，这也是今天主要目的啊。上次来的时候没有到底部，今天肯定要去看一下。我了解到以前这一块呢是有人在里面养鹿，好像是养了9只鹿吧。为什么我上次没有去底部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很早啊，我大概是5年前来过这里，当时这个天坑呢知道的人并不多，很少有人下去，从而呢就没有道路。那这边的草树比较茂盛，我就不敢下去了。那现在呢，我看到
这边已经有道路出来了，就证明有很多人下去参观了。有道路就相对来说好一点嘛。哇，这还有很大的蜜蜂啊！这个坡确实很陡峭，如果没有道路，我还真的不一定会来。而且这里面很湿润呢，因为有些地方阳光是照射不到的。另外加上到了春天，经常下雨，今天也在下雨。这等于就是在森林里面穿梭啊！这不是人走得多了有道路，就和旁边一样的，谁敢走啊？这地方我来得很早，想想5年前，看很滑呀。我在上面感觉这个坡度一般，走到下面才知道非常陡啊！这坡度也有50-60啊。再看看上边那个栈道，确实挺高的。终于快到了，累死我了，比走栈道还累。距离也比栈道更远，所以一开始真的是小看了下面的环境啊！哇，这边面积还挺大的，一过来就看到一个房屋的遗迹，全是用石头堆砌而成的，这墙壁都还保存的比较完整啊！哇，想象不到下面的空间这么大。现在就来看这些房子的布局，从这边一直可以延伸到那一块。我感觉当时这里最多的时候可能住了几十个人呢。这里面都是啊，这一块的面积是比较大的。这边呢就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，特别是这一块呀，它不光是用石头做成了房屋，并且呢还粉刷了。这个有石灰粉刷了，就证明啊，这里在上个世纪肯定是有人居住的。因为在早期的话，人们房子不会用这种石灰粉刷的，所以我猜想这里在几十年前应该是有人在这里生活，就这一块。因为你还能看到墙壁上面是黑色的，那就是做饭的痕迹。估计这里应该就是1户人家或者2户人家在这里住吧。我查资料的时候了解到，在以前有1户人家他是住在外面，租种了地主的地，后面地主对他压迫比较大，这一户人家呢就没法生活，于是呢他就带着妻子来到这个天坑里面居住，就是不知道他是比那个敖枭更早还是更晚。反正看这些房屋的结构，这种组成形式这么规整，我觉得这应该不是敖枭的人搞的，因为他单单是在敖枭不会弄得这么整齐，把它弄成房屋的形式。所以我猜想啊，这些地方应该就是有人居住，就是说好几户人在这里住的话，建成这样的形状。这一块还弄个坑出来，用石头组成的，这可能就是水窖吧。你看弄得这么规整，这肯定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弄的。你说单单是敖枭，他会弄成这个样子吗？应该不会吧。这肯定就是几十年前有人弄的。再往里面走一走，这边好像还有一个溶洞，我们等一下看看在哪个位置。
这边应该是厨房吧？哎呦，这熏得很黑。之前那些工匠确实挺厉害的，从那边一直过来，全部都是石头。那这些石头可不是规整的，都是要用自己的铁锤去把它敲碎，然后砌成墙壁。这工程量也不小啊。哦，这里有一个洞穴。我之前看过几个博主探险的，他们好像去里面探索了一下，不过由于空间比较狭小，就没有太深。我一个人加上没带手电筒，我肯定就不去了。这边黑的比较明显，以及这边，那应该是厨房了。我就看看能不能找到灶台。估计应该都拆掉了。哇，好多人留下到此一游啊！从上面一直流到下面，看高的地方都有3、4米呢。你说，一般人哪会弄这个样子？这一块围起来了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这个房子有点像我们在那个地主大院看到的，有照壁，转个弯才能进去。这也是根据人们生活的形式来打造的。不过比较小，不知道功能是什么样子的，或者说这是一个进出的通道一样，等于是一进院落，进去了才是里面用来居住的。特别这一块，给人感觉这弄了水泥一样的是。又回到这里了，那么大家觉得这里大概是什么时候有人居住呢？这个墙壁上面全部是名字啊，都是到此一游。天坑进来的栈道在那一块，好远呢。现在就这边参观完了，我们就回去了。说真的，回去比下来估计要累多了，也时间要更久。这一个人在这下面，回去的时候都有点紧张了。回到了刚才的那个位置，那整个天坑到这里呢，我们就差不多走完了，也算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，也弥补了我上次没有到天坑底部的那个遗憾呐。表面看起来没有多高，实际走到下面坡度还是有的。如果大家喜欢真要来这个地方参观的话，尽量是冬天来吧。那现在我们就出去了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